日本小帅哥为了找到最正宗的咖喱味，独自去印度学了3年。他做的咖喱，吃一口就忘不了。佑树原本是一家夜总会的服务员，每天被老板压榨得很惨。女孩奈月也在这家店工作。这天奈月突然旷工，老板却把锅甩给佑树。佑树实在忍不住了，跟老板吵起来，然后换好衣服去了奈月家。等心情平复后，奈月提议两人一起辞职。听说佑树想一辈子当司机，奈月立刻跳下车，在车上写上奈月专属。两人决定开着从老板那儿借来的车离开这个城市。他们漫无目的的开车，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停车，在车里睡一会儿。这天晚上，他们被保安赶出停车场。佑树开了一整夜的车，又累又困，偶然路过一家印度咖喱连锁店，他们决定进去吃个早饭，准备 AAA。 刚进门就看到一个年轻人被从厨房里推出来，还带倒了好几个香料罐子。店长气得大吼，把他开除了。紧接着店长告诉佑树和奈月，小店今天要关门，都是因为刚才那个打工的男生，他擅自改了咖喱的味道，把酱汁全毁了。奈月闻着，这味道可不一般，这独特的辣味肯定不是连锁店能做出来的。奈月特别想尝尝，但店长说咖喱汁已经全倒掉了。继续找餐厅的路上，奈月还对刚才咖喱的香味和辣味念念不忘。突然他们听到车后面传来东西掉落的声音，原来是刚才那个男孩偷偷溜进了他们的车后面。男孩介绍自己叫森田，因为没公交，加上他们的车没锁，他就混进来了。佑树对他偷偷上车很生气，但奈月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希望森田能把刚才的咖喱味道复原出来。森田为了证明自己，从路边无人售货的小摊上拿起一根大葱。他之前在印度待了整整3年，当然知道最好吃的咖喱该怎么做。和大葱最搭的食材有鸡肉末、大蒜、生姜，还有番茄丁、柠檬和橄榄油。这些食材就麻烦佑树去买了。有了食材，森田把车上的料理台擦干净，从口袋里掏出各种香料，把帽子反着戴，就要开始他的料理时刻了。茂源特产的长葱切成薄片，大蒜和生姜也粗略的切成末，鸡肉事先腌好。他做咖喱的秘诀是加小豆蔻，碾碎后香气特别足。锅里倒油，放入孜然和小豆蔻加热，随着微微的爆裂声，香气不断释放。听到这声音后，就可以加生姜和大蒜了。接着放入切好的大葱和食盐，再按独家比例放入姜黄粉、香菜粉、辣椒粉和香料混合后，快速翻炒，直到有香气散发出来。下一步倒入番茄丁和腌好的鸡肉，最后用盐调味。这时森田又开始切葱，说这些葱是用在阿恰尔上的。阿恰尔是印度的一种菜，鸡肉咖喱、米饭和阿恰尔正好做成一份完美的印度料理。佑树吃了一口，眼睛都瞪大了。他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料理。对美食有点研究的奈月也觉得味道特别正宗，很快就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了。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咖喱，奈月当然不想让森田离开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。收拾好车子后，他们马上追了上去。在奈月的坚持下，森田最终还是上了车。奈月冒出了一个想法，趁着森田在车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向佑树提议用餐车开个移动餐吧赚钱。但佑树觉得根本行不通，因为开移动餐吧不仅要有食品卫生负责人的资质，还得拿到保健所的许可证，他们俩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往下进行呢？奈月觉得接下来只要佑树开车去保健所办个许可证就行。这时佑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就算证件都办齐了，他们该卖什么料理呢？肯定是做那家伙的咖喱啊，怎么可能卖得出去？显然佑树并不认可森田做咖喱的实力，他觉得昨天那盘鸡肉咖喱只是偶然好吃，说不定只是运气好，那里面说不定装着我们的梦想。尽管奈月这么说，佑树还是觉得这个计划最后一定会失败，而奈月也看不起他这种什么都不敢做，总是不相信别人的性格。无奈之下，奈月只能问佑树口袋里还剩多少钱，结果连一张纸币都没有，全是硬币。听着奈月说无论如何都想试一试，还承诺会付给他们2个人工资，佑树终于勉强同意了开餐车的计划。等他们聊完回到车子时，发现森田早就醒了，还把餐车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在奈月的建议下，咖喱暴走3人组就地成立了。接下来3人分头行动，奈月负责准备开店需要的东西，佑树去保健所办理手续，森田去市场购买30人份的食材。一走进市场，森田就被一个热情的推销员拦住了。他推荐的是千叶的特产落花生，虽然市面上基本都是暖风机烘干的花生，但这一家都是自然晒干的，每天一大早就会一个一个仔细清洗，然后再花1下午的时间慢慢晾干。森田品尝了几个，味道果然和市面上其他的花生味道有区别。他脑海中瞬间就想到了与之搭配的食谱：五花肉、洋葱、黑芝麻酱、鸡骨粉。黄昏的时候，3个人在一块空地汇合了。奈月买来了黑板、餐盘，还有帐篷和睡袋。最后2样完全是因为
3个人没法全都睡在车里，也没有钱去住酒店。下一步就是确认店名。右树说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，他在保健所填单子的时候就起了奈月食堂这个名字。今天开店是不太可能了，3人决定第2天就把小店支起来。晚上森田把花生泡上了水，又整理了一下口袋里的香料就睡了。第2天3个人都起得很早，收拾好之后就到了要准备咖喱的时间了。还是把帽子反过来戴上，然后把泡了1夜的花生先煮熟，这样做可以把花生调整到适合咖喱的口感。洋葱切成薄片，大蒜和生姜都磨成泥。今天的咖喱森田准备用中华铁锅来做，小茴香子放入油中，充分激发出香味。听到有噼里啪啦爆开的声音，就是开始下一步的信号。将蒜泥、洋葱加进去，撒点盐一起翻炒，炒到香味出来后，就可以加粉状香料了。姜黄粉、香菜粉、辣椒粉和五香粉按比例放，最后加1勺黑芝麻酱和番茄丁，按自己喜欢的量加肉，再放鸡骨粉、水和花生，用少量花椒提味。今天的中式花生风味猪肉咖喱就完成了，配上米饭和小菜，就是一份标准的1人食，好吃。今天的口味好像比昨天的鸡肉咖喱还美味，尤其是米饭换成姜黄饭后，这一盘里黑色、黄色、红色，颜色丰富，卖相也好。奈月觉得一定会卖得很好，他们把售价定为11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大约50多块钱。定下开店后，他们把车开到海边，但冬天海边人太少。右树想了想，把车开到市场，跪下请求给个摆摊的位置。实在没办法，他们只能配合旁边的花生店，搞了一次试吃活动，也算是为未来生意聚聚人气。尝过的客人评价都很高，说这咖喱有中华料理的味道，太好吃了。花生和咖喱也很大，多亏他们咖喱的味道，旁边小店的花生没打折就全卖光了。对森田来说，他不在乎赚多少钱，只要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想做的咖喱就可以了。不过花生店给他们的分成不是现金，竟然只是几张商品代金券而已。今天实在是太亏了，奈月的妈妈因病去世了，如今的他连个稳定的住所都没有。他和夜店的同事右树开着老板的餐车偷偷跑出来后，就每天睡在餐车的驾驶室里。他从行李里找出妈妈的米糠腌菜，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拿出一根黄瓜切好，煮上一锅味增汤，团起几个饭团，就把帐篷里的右树和森田叫了起来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他们2个还没太睡醒。吃饭的时候晕晕乎乎的，但当吃到腌黄瓜的时候，森田的眼神都变了。他们已经拿到了奇遇的营业许可，接下来就可以在那里经营他们的咖喱移动餐车了。经过上一次的宣传，他们已经在小范围内打响了口碑，所以这次接到了养老院的订单。但负责人有个要求，因为担心香料刺激不适合老年人，希望先做几份试吃品，要我去迎合别人或者被人评头论足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如果你连这个都嫌弃，那就不适合做生意。眼看着森田越走越远，奈月直接冲上餐车，一股脑把香料全拿出来，还真做出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咖喱饭，但味道平平淡淡，完全比不上森田做的。看来必须得把他找回来。可2人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森田。日本很多城市有个特点，下水井盖上的图标是城市特色，而森田是个喜欢用当地特色做料理的厨师。右树发现了这一点，于是去有鲶鱼的地方找人。可等他们回去时，森田已经站在厨房里磨刀了，还带了好几条活鲶鱼回来。森田闭上眼睛思考一下，拿出能和鲶鱼匹配的香料，把帽子反着戴上，表示要开始做料理了。红薯不用去皮，切成小块，洋葱切丁，开火把锅烧热，先下一把孜然，再加柠檬草去腥，香味出来后把柠檬草挑出来，接着放大蒜、生姜、姜黄粉、香菜粉、葛拉姆玛萨拉和辣椒粉，炒匀后加红薯块和椰奶，加点甜味，应该适合老年人。鲶鱼去皮，切成4份，用咖喱粉和黑胡椒腌好后油炸。这款咖喱的特色是配法棍面包，再加1小块青柠。奈月尝了尝，觉得味道超棒，但森田还是不想提供试吃。我没有自信。为了说服养老院的负责人，奈月出了个大招，他保证如果客人不满意，他们不收钱，但如果大家都满意，就需要在预算上再加点成本费。负责人虽然不太情愿，但也同意了。天黑后，他们的咖喱餐车终于开业了。虽然天冷，大家还都坐在户外，但都吃得很开心。大家甚至说这味道可以拿去店里卖了。虽然之前在养老院做咖喱很成功，但对方要到下个月才付款。现在奈月食堂已经没钱了，3个人只能各自出去赚钱。说是打工，右树却跑去打小钢珠，运气不好，很快就输光了，口袋里只剩下几枚硬币，晚餐只能凑合了。他走到一个居民区，看到不远处有搬家工人在干活，其中一个女孩看着很眼熟。右树仔细一瞧，没想到奈月为了赚钱，竟然来当搬家工人了。晚上，
三人回到餐车集合。那月忙了一天，赚了12000日元。森田啥都没说，直接掏出5万日元，只有右树1分钱都没赚到，还借口拉肚子，一直待在卫生间。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，上面用马克笔歪歪扭扭画了一辆车，说是给奈月食堂做的宣传海报。他这画画水平实在不敢恭维，就连平时不爱说话的森田都忍不住吐槽，说现在更应该在网上搞营销，而不是用这种老旧的传单。有了森田的建议，奈月很快就把之前做的咖喱照片传到了网上。当天晚上，三人的晚餐各吃各的。森田买了烧肉盖饭，奈月吃的是日式猪排盖饭，只有右树吃的是便利店买来的包子。很快，奈月发的照片就有人点赞了，还有人专门发了私信过来，对方名叫美和，说自己是开肉铺的，希望奈月食堂能采购一次他们肉铺的肉。这是奈月收到的第1条私信，他决定明天去美和的肉铺看看，感觉会有好事发生。为啥给我们发私信呢？这家店是我公公创办的，但他去世后，老客户都被大公司抢走了。美和说着，她丈夫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丢下一句：“我出去一趟就离开了。”右叔一眼认出，这人就是那天在小钢珠店里遇到的。美和也叹气，如果肉的品质符合餐车料理的标准，他们就会购买，标准就是品质好，价格低。和美和聊天的时候，森田也没闲着，他在小镇上逛了逛，发现这里正在办梅子节，他马上开始琢磨，什么香料能和梅子搭配做成咖喱。当地的梅子熟透后，香气特别浓郁，用这种梅子做成的梅酒和梅子露，保留酸味的同时，口感也很醇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把餐车开到了指定位置。为了投入，他先闻了闻梅子的香气，然后上车开始做当天的咖喱。番茄去蒂，切成8瓣；梅子去核，切成碎末，搭配梅子的鸡肉，选的是鸡翅根，改好花刀后，用盐和黑胡椒腌一下。为了保留当地梅子的独特酸香，用香料时一定要小心。森田用了茴香、孜然子、姜黄粉、香菜粉和辣椒面，炒香后加入鸡高汤，接着快速翻炒到香气四溢，然后把鸡翅根和番茄下锅炖煮。这时奈月端来了一箱罗汉橙，这是卖梅子石老板捆绑销售的。这倒让森田有了灵感，他决定把这做成搭配咖喱的小菜。紫苏和梅子很搭，于是搭配咖喱的米饭，森田也动了小心思，选用了紫苏米饭，这样装好盘，一份新香梅干鸡翅跟咖喱就做好了。卖相还真不错，正好美和夫妻俩来帮忙，大家一起来尝尝味道。说实话，没人想过梅子和咖喱能这么搭，可就算味道好，卖相漂亮，餐车位置太偏僻，也没人来吃。右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端起大锅就要往外跑，没人流量就创造人流量，一个人力量有限，他叫上美和的丈夫在小路上狂奔。右树这么拼，美和丈夫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了，他们边跑边喊，让大家尝尝他们的咖喱。果然带动了一大批顾客前来品尝，队伍排得看不见队尾。这场咖喱暴走完成的真漂亮，美和的丈夫也深受感动，他决定一定要重现父亲的味增辣椒肉馅饼，让自家的肉铺重新振作起来。